1963年，一张照片改变了真古德的一生。国家地理杂志刊出金发年轻女性在非洲丛林与黑猩猩近距离对视的画面，震撼了全世界的读者。真古德一夜之间从默默记笔记的研究者变成国际知名的科学明星。成名带来了资源，也带来了麻烦。大批记者与摄影师涌入冈贝，噪音与气味惊扰了黑猩猩群。多年累积的信任关系受到严重干扰。国家地理学会建议真以香蕉吸引黑猩猩靠近。这个香蕉喂食站短期内制造了壮观的镜头，长远却造成了生态问题，黑猩猩为食物激烈争夺，族群冲突大幅上升。真事后深刻反省，承认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尽管如此，真古德在1965年顺利完成剑桥博士论文，成为剑桥大学有史以来少数直接以野外观察取得动物学博士学位的人之一。他的指导教授罗伯特·辛德当初批评他给动物命名，最终在毕业典礼上承认，真的方法虽打破传统，却打开了一扇从未有人推开过的大门。1962年，国家地理学会派了一位荷兰摄影师前往冈贝，他叫雨果·范拉维克。他技术精湛，气质沉稳，两人每天在丛林中并肩观察黑猩猩，共同承受蚊虫、雨季与无尽的等待，感情不知不觉中滋长。1964年，真古德与雨果在伦敦的圣母教堂举行了婚礼。婚礼结束后，几乎立刻回到非洲，因为冈贝的研究不能停，黑猩猩观察不等人。他们的蜜月在坦桑尼亚丛林里度过，一边追踪黑猩猩，一边拍摄野生动物。或许是世界上最特别的蜜月旅行，对这两人而言却是最完美的选择。1967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真给他取昵称抓抓，因为他出生后一把抓住真的手指，力气大得惊人，就像小黑猩猩一样。在冈贝长大的抓抓，从小在黑猩猩群落旁边玩耍。丛林是他的游乐场，野生动物是他的邻居。他的童年大概是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1970年代初，冈贝研究进入最深沉也最痛苦的阶段。真古德与研究团队开始观察到令人坐立难安的现象。黑猩猩，这些他深爱了10几年的生命，原来也有着人类最黑暗的一面。一切始于族群的分裂。冈贝黑猩猩群体在1970年代初分裂为南北两个派系，卡萨凯拉群与卡哈马群。起初两个群体只是保持距离各自活动，但到1974年情况急剧恶化。北方的卡萨凯拉群开始对南方展开系统性攻击，一场长达4年的战争就此爆发。雄性黑猩猩会组成巡逻队，悄悄潜入南方领地，找到落单的成员，发动残忍的围攻。攻击方式有组织，甚至是蓄意的，令真深深震惊。更令他痛苦的是，施暴者许多都是他亲眼看着长大的黑猩猩，有他亲自命名的个体。到1977年，卡哈马群所有雄性成员几乎全部被消灭，族群彻底崩解。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文献记录的非人类灵长类之间有组织的以灭绝对方为目的的冲突。科学界为此争论不休，这究竟是不是战争？族群战争的冲击还未平复之际，冈贝又发生了让真古德几乎无法承受的事。他长期观察的黑猩猩家族中，
有一只年长母黑猩猩名叫帕森，它有一个女儿叫庞。从1974年开始，这对母女开始系统性的猎杀其他母黑猩猩的婴儿，抢走、杀死，然后吞食。在真的观察记录中，帕森与庞至少犯下10起婴儿杀害与同类相食的案例。受害的母黑猩猩不论年龄、地位，只要帕森看上他的孩子，就难逃厄运。这一系列事件发生期间，冈贝出生率显著下降，整个族群因帕森的存在而笼罩在恐惧之中。真古德后来在著作中坦诚，帕森事件带给他的打击甚至比族群战争更深。那场战争他还能用领地竞争去理解，但帕森的行为是他始终无法找到完整解释的谜。真说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一个事实：自然界并不是浪漫的，生命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任何人类概念的框架。这个认知让他痛苦，也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个世界。1975年5月，真古德最艰困的研究岁月中，丛林之外的世界也投掷了震撼弹。一个来自刚果的武装游击队趁夜越过坦噶尼卡湖，突袭冈贝研究站，劫走了4名来自美国史丹佛大学的学生研究员，要求赎金。这起绑架事件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关注，真古德不得不暂停一切对外开放的研究工作，停止接受外籍学生与访问学者进入冈贝。冈贝的研究工作在相当长时间里变成高度封闭的计划，只有本地坦尚尼亚研究员继续进行田野观察，并定期将资料传送给真。这种远距协作模式在当时相当罕见，却意外保存了冈贝研究的长期连续性。被绑架的4名学生最终平安获释，但事件永远改变了冈贝的研究生态。真古德事后接受访问时说，那段时间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无力感。他可以理解黑猩猩的行为，却无法保护身边的人。这种无力感后来成为他走出丛林，进入更广阔世界舞台的重要推力之一。1974年，真古德与雨果·范拉维克离婚。他们共同度过的10年曾是彼此生命中最丰盛的岁月，在非洲共同见证了人类从未见过的奇迹。但长期野外生活的压力、各自研究工作的压力，以及真越来越强烈的使命感，让婚姻走到了尽头。同年，他与坦尚尼亚地方官员德瑞克·布莱森再婚。德瑞克积极投入坦尚尼亚野生动物保育工作，给予真务实的支持，让他能更深入地与当地政府和社区合作。然而，德瑞克在1980年因癌症去世，真再次面对失去挚爱的悲痛。那是真古德人生中最艰难的几年。族群战争的震惊，帕森事件的痛苦，绑架事件的无力感，丧夫之痛，接连的打击让他前所未有的疲惫。但真没有离开非洲，也没有放弃冈贝。他选择留下来，继续观察，继续记录，因为他知道离开是最容易的事，而冈贝的故事还没有讲完。1980年代初，真古德开始意识到光靠在冈贝的观察已经不够了。丛林外的世界正在快速改变，非洲的森林在消失，黑猩猩的栖地在缩减。他在丛林里守护的那些生命正在被更大的危机所吞噬。他明白必须走出去，把这些年的所见所闻带到更广阔的地方。1986年，
芝加哥的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成为真古德人生的分水岭。来自非洲各地的研究者带来一致的坏消息：黑猩猩数量急剧下降，非法盗猎、栖地破坏、人兽冲突，每一个问题都在加速恶化。真在会议结束的那个夜晚，独自在饭店房间里坐了很久。他知道，从明天起，他的生命将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第二步到此结束。他在丛林里见到了人性的镜子，见到了暴力，见到了失去，也见到了生命在黑暗中仍然顽强存在的力量。下一集，我们将跟随真古德走出丛林，走上更广阔的舞台，看一个科学家如何成为守护地球的声音，如何让一个女孩在鸡舍里许下的心愿变成了全世界听得见的呼唤。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内容，请订阅、分享并按下小铃铛，这样有新的影片才可以第一时间分享给你。你的支持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我们期待下次见。